咁啊，最後講咧就恒生銀行啦。咁恒生銀行亦都係好多香港投資者尤其是如果你買香港銀行股收息嘅投資者中意㗎。嗱，咁恒生銀行嘅業績預計會點咧？嗱，我哋預計佢下半年，即係講緊2024年下半年嘅淨利息收入，會同上半年係持平嘅，係持平，即係環比上半年係持平，但係同比2023年嘅下半年咧，就會下跌9%啊，下跌9%。咁你睇到恒生銀行相比頭先嘅中銀香港咧就弱啲啦嚇。咁因為佢淨息差咧預計係會下跌3個基點啊，預計下跌3個基點，去到2.26%。咁呢個咧就喺同埋啊，即係你除咗個淨息差，我哋預計會跌啦。同埋因為嗰個美國利率依家係持續喺個高位啦，同埋個宏觀經濟都係唔係好確定啦，麻麻地啦。咁啊預計佢嗰個貸款增長咧都會放緩啦。啊，咁呢個就係點解估佢嗰個利息收入，講緊淨利息收入會係環比上半年持平，同比去年即係2023年下半年下跌9%嘅原因啊，就係一方面佢淨息差有機會跌3個基點，第二就係個貸款增長亦都係麻麻地啊，呢個就係淨利息收入。嗱，咁啊手續費即係非利息收入又點啊？咁啊估計咧下半年即係講2024年下半年嘅手續費收入就會同比上半年會增加5%嘅，環比2023年嘅下半年亦都會增加19%嘅。咁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受惠香港喺呢一個2024年下半年嘅股市升得勁啊嘛，咁啊每日平均成交金額亦都係大增啊嘛。環比上半年大增38%，同比2023年下半年大增61%。咁呢個咧會令到佢喺呢個非利息收入，尤其是手續費收入啊，會都係得益嘅。咁呢方面就同中銀香港係類似㗎。咁同埋恒生銀行都做好多財富管理啊，咁亦都係有助佢嗰個佣金收入啊、手續費收入呢方面嘅。嗱，咁呢一個兩樣嘢加埋咧，就會導致我哋預計咧恒生銀行下半年，即係講緊2024年下半年嘅股東淨利潤咧，同比2023年嘅下半年就會跌咗9%啊，而環比2024年嘅上半年就會跌咗28%，即係話下半年比上半年少咗28%。下半年同比2023年下半年就跌咗9%，咁呢個係將會符合市場嘅預期啊，將會符合市場嘅預期。嗱，咁至於市場關注嘅貸款質量方面啦，咁恒生銀行2024年上半年出現咗一個驚嚇咧，就係佢嘅不良比率咧就係上升，而上升嗰個幅度咧令到市場好驚嚇啊，主要係因為佢個香港商業房地產貸款咧急速，即係不良貸款急速上升啊，或者我哋叫急速咁形成，即係本嚟一個貸款好好地嘅，突然間變成不良貸款啊，即係個速度太快啊。咁啊預期下半年咧亦都會不良貸款咧嗰個形成嘅趨勢會持續，不過佢嘅增速咧就應該冇上半年咁驚嚇啦嚇。咁但係仍然個趨勢都係不良率都係升嘅。即係不良貸款都係增加嘅嚇。咁啊講到派息方面啦，亦都係大家關注啦。咁啊，中銀香港頭先講過非常之值得期待啦。咁啊，恒生銀行點咧？嗱，恒生銀行嘅呢一個 CET1，即係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咧，如果我哋睇佢環比上一季啦，即係上半年環比第一季，其實係都升咗60個點子啊，去到17.2。當然冇中銀香港咁高啦，中銀香港係20點幾噶嘛，咁恒生銀行都有17.2，都其實都唔低啊，都非常之高啊。只不過你相比中銀香港冇中銀香港咁高啫，但係恒生銀行相比其他銀行都係非常之高啊，17.2其實係好高噶。咁啊，恒生銀行同樣亦都受惠頭先講啦，金管局取消住宅按揭貸款嘅風險權重下限，同埋將會
香港銀行業會採用巴塞爾3協議嘅最終方案。嗱，呢啲因素咧都會進一步助佢一臂之力啊嘛，提升佢嘅資本比率嘅嚇。咁所以咧呢一個恒生銀行亦都係面對一啲好嘅方面啦，就係佢嗰個資本比率係有望繼續升嚇。咁而佢嘅貸本增長亦都係放緩啦，呢個行業嘅情況啦嚇。咁所以市場恒生銀行咧，市場對佢咧就唔喺個派息嗰度有咩期望，因為恒生銀行其實個派息比率已經非常之高㗎啦。佢係超過70%嘅，佢2023年係72.5%，即係個派息比率已經好高啦。即係如果你中銀香港可以拍到將派息比率推高到同恒生銀行咁高咧，72.5%咧，咁啊中銀香港嘅投資者咧就拍晒手掌啦嚇。咁但係恒生銀行已經好高啦嘛，即係佢本身個派息比率已經係咁鬼高啦。咁你呢方面再進一步上升咧，其實都不切實際。但係佢可以喺個回購嗰度落啲力嘅。嗱，咁預期佢會宣布新一輪嘅30億港元嘅回購計劃，最遲應該2025年中期業績，即係出年8月公布中期業績嘅時候，會宣布回購，亦都唔排除佢提前宣布，即係話喺公布2024年全年業績嘅時候，已經宣布新一輪嘅30億港元嘅回購計劃。咁即係無論如何，想講乜嘢咧？就係講恒生銀行市場對佢喺回饋股東方面嘅期望咧，就唔再喺提升派息比率方面嘅，而係在於佢個回購計劃嗰度啦。咁你想講咧，就係當恒生銀行公布全年業績嘅時候，大家留意佢有冇公布新一輪嘅回購計劃。如果冇都唔使失望嘅，可能係喺出年啦，係咪？但係如果出年都冇，咁啊值得失望啦。如果佢2025年中期業績都唔講回購，咁啊真係值得失望。咁啊希望唔會係咁啦。